好，油价哈，以色列去炸了这个伊朗的油田呢，结果老美呢发一个这个讯息给以色列说 ，WT， W 就是 what。你们到底搞什么哈？你终于把它念出来了，这缩写哈。本来想 WTF 啊，对，就你们搞什么鬼啊？啊，这样中文翻译比较没有关系啊。你搞什么鬼啊？那因为油对老美是太重要了。哎呀，老美要开车每天开多长？你在加州看看那个开车每天要开多少？高速公路刚开那个车，油涨价还得了吗？哦，以前能源危机的时候，在加油站排队还有人开枪打人呢，就等得不耐烦了哈。所以呢，华府是不是因此就担心了？赶快要抑制油价的对策要推出来了。比如说，准许印度向俄罗斯买油，对，哦，准许一些原来我限制的不能输出油的国家也可以输出了。为什么？希望平抑这个油价了哈。因为这种东西大众货物都是这样哈。你不要以为说哦，只差10%，差20%，差百分之可以涨很多，绝对不是只涨10%啊，可能涨到100%啊。多供应10%，降价也不是降10%啊，可能也降价50%、100%啊，好，这就是供需的关系哈。那我们也是启动了叫做紧急缓涨机制，也怕哦，本来要涨3块的，只涨1块5啊，为什么？油价也是影响很大的哦，所以呢，汽油、柴油的货物税要减50%哦，然后呢，中油哦要自己吸收60%，但是中油牺牲也就纳税人牺牲一样嘛，最后还是一样的哈。那另外呢？东南亚这些国家，哇，停课的停课，砍工时的砍工时，巴基斯坦哦，学校关闭，减少工作日数，菲律宾呢一天只工作4小时了，政府机关哦，让你们减少交通的这个奔波。越南呢不可以非法囤积哦，而且呢最好不要自己开车了，搭公共运输，骑脚踏车哦。泰国呢公家机关在家里办公了，海外旅游不要去了。去什么海外旅游，浪费钱，浪费油。印度呢，这个天然气只给家庭使用了，哦，民生先保障了。这个其他什么发电啊、公家的那些暂缓，你用别的，用煤啊，用这个油啊，不要用天然气啊，像这些都要做准备，我们也要做准备啊。我在这边讲了2天了，今天第3次讲，如果天然气不够的话，民生优先嘛。你不能让他洗澡不能洗啊，天这么冷，这不能这个小吃店的这个桶装瓦斯没有啊，这也不得了啊！哦，他怎么办呢？哈，好，那么川普说，如果荷姆斯海峡，如果你再去搞它，我要20倍奉还，这是给全球的礼物，特别是美国送给中国的，还有呢大量使用这个荷姆斯海峡的礼物啊，因为中国出来的油跟天然气最多从荷姆斯海峡，然后呢，白宫说。川普不怕动用军事选项，会保护荷姆斯海峡的畅通哦。那另外呢，美国的能源部长突然跑出来讲，说我们有护航跟油轮通过荷姆斯海峡，结果你赶快把文章删了哦。白宫否认，白宫说没有啊，我们哪有什么出？因为川普曾经讲过，他可以出海军保护，但是是不是真的哦？他们现在又否认说没有哦。那另外呢，这个伊朗有呛说你乱讲。你什么时候海军出动了？没有啊！你海军说我打你海军啊！美国说没有这个哈。那现在呢？因为 GPS 被电子干扰了，所以 GPS 不能用了，是出现各种怪现象，大规模的船舶异常的聚集，为什么？也不敢动啊！哦，也不敢动啊，怕被打，怕被击沉啊，又怕碰到水雷啊！哦，那另外呢？伊朗说，只有跟美国、以色列断交，才能够通行荷姆斯海峡哦，或是。把以色列跟美国的大使馆赶走，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啊。那现在呢，台湾居然是可以的，但是跟这些国家放一起到底好不好？哪5个国家呢？伊朗它本身可以过，北韩、巴勒斯坦、北塞浦路斯、台湾，为什么跟台湾可以过呢？因为台湾既跟伊朗没有邦交，既跟这个以色列没有邦交，也跟美国没有邦交。以色列全世界跟美国大部分国家都有邦交，但是跟以色列就不一定了。20几个国家是没有邦交，大部分是回教的国家。那台湾刚好2个都没邦交，所以因为没有邦交呢，所以伊朗就是好吧，那你可以过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居然跟什么北韩什么搞在一起哈，到底好还是不好？但不管怎么样了，至少可以通过哦，至少可以通过。我们看一下。
印度老字号薄饼餐厅每天大量使用的桶装瓦斯，现在却担心面临短缺危机。I have not been receiving stock since yesterday morning. We usually consume around on an average 5 cylinders per day. 受伊朗战局影响，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同样遭遇中断。除了餐厅业者忧心忡忡，印度饭店业者也超怕生意做不下去。बहुत परेशानी हो रही है होटल ही ने गैस ही नहीं मिल रहा है तो अभी क्या करेगा बंद करने का भी ये आ गया टाइम आ गया गैस ही नहीं बोल रहे 泰国政府开始绞尽脑汁减缓冲击，最新就指示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安排远距办公，同时也暂缓官员赴海外培训、考察、出差。观光重镇埃及的计程车驾驶同样叫苦连天。والله هو الزياده اللي حصلت دي ما حدش متوقعينها خالص。好吧，这个香龙怎么看？虽然美国相对伊朗来讲，它的军事力量当然是绝对优势的，但是我只能提醒，就是说，今天的伊朗它面对的是一个生存战。我加去讲的这些话，在当下的这个时刻是高度的政治不正确的。但是伊朗必须要知道，就是说，中国在抗战之前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的环境，那是在一个北伐，是一个军阀割据的环境。打完抗战之后，军阀就没有了，国家就真正的开始统一了，剩下的是国共内战的框架，就是一场的战争当中呢，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就在于说，你在面对到你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呢不计人命死磕的决心？有决心，你活得下来。二战1945年，西方的殖民力量呢，在这地球上面横行霸道了400-500年。这么多的亚非拉的国家当中，真正的从废墟里面站起来而成为强权，今天开始没有人敢欺负你的，只有一个，就是中国。不管台湾人觉得是不是中国人，我告诉你，只有中国人办到了。在那个过程当中，面对的日本在当时是打完甲午战争、打完日俄战争，亚洲呢最强大的国家。你有没有听过抗战的时候呢？中华民国的海军有没有什么战史？没有。中华民国的海军呢，在开战的第1个礼拜就全数被歼灭了。之后的8年，没有中华民国海军的，连呢淞沪战役的时候呢，日本的炮舰呢，都是呢直接呢到上海的家门口的，如入进长江，如入无人之境。空军没有了，中国的空军从笕桥英烈传，之所以是笕桥英烈传，那个是呢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之后2000多架的中国的军机都是呢飞机上面呢都是中国当时的精英。但是呢，上去了之后，当时的中国的飞行员平均上飞机之后的存活时间不超过1年。你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牺牲生命之后呢，是3000多万条的人民的性命，300多万将近400万军人性命，你才有今天的中国。伊朗要如何面对海军被打掉什么了不起？空军呢被打烂了什么了不起？伊朗现在唯一的就是说它的导弹的数量呢不够扎实。伊朗的导弹只要能够持续的升空，你今天呢就有呢硬扛呢美国的实力。今天在中东台湾基本上面不要吃自己豆腐啊，吃到呢就是说呢自己呢都醉了。伊朗今天呢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台湾是以色列的孙子。台湾长时间，今天地球上面呢，如果你要数出10个国家，如果勉强还算是个国家，以色列叫美国往哪边走，美国叫你往哪边走，大家呢排队，以色列站在前面，美国站在中间，其他的站后面，第3名一定是台湾。台湾已经可耻到这样的地步，你今天在中东，以色列呢是一个非法持有核武器的国家，去指控另外一个国家说你想发展核武器，我不是要发展核武器，对不对？我是说你有没有台湾有没有哪一个今天当朝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敢讲以色列一个不字？我看你没那个种。今天的台湾的民进党面对以色列跟面对美国的时候是一挂的，都以为呢今天呢我就是紧的跟着美国以色列站在一起，所以美国以色列一对伊朗发动战争了之后，我就发现台湾呢里面的深绿的媒体、绿色的媒体一系列的几乎就把自己内化成为美以联军的一部分，在精神上面就参战了。你们有病啊！台湾是个啥东西呢？你有没有病？今天呢，台湾呢面对到这个情况，
我刚刚讲的，伊朗要如何活下来，成为一个台湾50倍大的国家。伊朗的面积是160几万平方公里，印度的一半，中国的呢1/6，在中东那个地方，它绝对能扛的。它即使对于呢这些呢阿拉伯国家发动攻击，除了阿联酋以外，因为阿联酋是阿拉伯世界里面有名的背骨。台湾的民进党的朋友呢，最喜欢讲背骨，听到背骨呢，就觉得这个杀之而后快。阿联酋虽然它是一个相对温和的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面呢靠美国、靠以色列宽容过日子，加入美国的 I2U2， 但是呢，除了阿联酋，伊朗对它的攻击是刻意的，攻击杜拜、攻击阿布达的打比，那个是刻意的，要打灭了你本身的金融体系。但是对其他的，对沙特等等这些国家的它攻击的都是美国的军事设施。今天刚讲到165名的小学生。小女生呐，战斧巡弋导弹呢，就把他们一锅呢就这样子端了。165个小学生，台湾有没有哪一个人讲过？你连了你今天看到昨天的 Fox News 的前主持人 Tucker Carlson 呢，过去呢，川普每天晚上呢都不睡觉的，都看 Tucker Carlson 的这个谈话性节目。Tucker Carlson 说，所有的美国的军人应该认真想想看，这个国家还值不值得你为他战斗？他认为那个呢，对那个小学生，对那个学校的攻击，就是美国干的，而且是蓄意的。他说呢，在40分钟之内呢，2枚的巡弋导弹的就是说操作的逻辑，大家简单看一看就知道。巡弋导弹打一个地方，2枚打同一个地方，你认为那个呢？那个是不小心的吗？我告诉你，它比你买彩券的几率都还低。那刻意的对小学的攻击，今天呢，美国面对的是一个信用破产，而且把所有的杀人，不管你今天呢杀的是对方的领导人，或者杀对方的平民，杀对方的小孩子，都觉得只是数字的问题。你看看川普在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有一点点的人道主义、人性的味道嘛。虽然呢，刚刚的志豪兄呢提到说，去年好吧，那个2025年底呢到2016年，伊朗呢发生了所谓的颜色革命。我告诉你，它就是个颜色革命，因为那个颜色革命没有成功，才会有今天的美以联军。但是你说呢，那场的冲突当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说的那个36000多人，我除了看到呢《时代》杂志跟《时代》杂志呢同系统的英国的《卫报》有报道之外，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敢引用那样的数字。在当时说的网络呢都是关闭的。基本上面，伊朗如果在那一波里面，他没有扛下那个颜色革命，今天伊朗早变天了，根本就不用打了。你能够接受，就算台湾呢这种已经毫无格调的政权，你能够想象有一个人跟你讲，连今天中国共产党跟你讲说，你必须要台湾要无条件投降，台湾呢必须要呢政府必须要改组，而且改组之后的领导人必须要经过我同意。你台湾的民进党有哪一个人听了说可以？我说所有的标准一致化。不要让自己在双标的时候呢，去面对政治问题的时候，最后伤的一定是你自己。续下再回来。好，大陆今天开政协啊，他们通过一个政治决议，啊，同时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啊，每年大概都要这样讲了哈。不过呢，大家注意到。这个人大会议里面的解放军跟武警部队代表团，他们不同的省、不同的这个行业都有不同的代表啊。发言人叫张小刚，哦，他说统一是正道大事，台独是逆流绝路啊。他是愿意用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呢，绝不承诺放弃武力。所以呢，我们的标题就是对台湾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啊。那另外呢，他们到底？国防支出多少？今年支出1.94兆人民币，哦，用在哪里呢？有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推进机械化、资讯化跟这个智能化的武力；第二个，优化联合作战体系；第三个呢，加强先进武器的装备、科技创新；然后第4个呢，就是军事训练跟人才的培养啊，主要他们用在这4个方面。他们的国防预算是我们的9倍，其实现在已经缩小了。以前最多是我们的17倍，最早是17倍，慢慢说，因为我们国防预算一直增加嘛，哈，那所以呢，他们用人民币算是涨了7%，增加7%，连11年个位数就是没有超过10%的意思了啊，没有超过10%，因为大概都是7%、8%、6%，大概就维持在这个数字上哈。其实美国一个国家的军费
第1名。对，他把2、3、4、5、6、7、8、9、10加起来，美国都超过他们啊！所以美国的他是全世界放了多少军人呢？日本5万，南韩3万，中东5万，哦，德国那边将近5万，哦，整个全世界加起来，海外的军队也很多哈，那个军费都很高的哈。那所以他大概是算台币8.8兆了。所以陆委会说，中共将加大对于第一岛链的胁迫啊。那另外呢，这个说中共1年增加6000亿，我们才增加1500亿，要加紧赶上哦，加的太少了，要赶上去啊！你不是只是看绝对数字，你要看你整个国力的大小，你的 GDP 到底多少，你整个的经济有多少，你国家预算有多少嘛啊？那因为它虽然这么多，它只算它的 GDP 在2%左右吧，我印象中就2%啊。那这个最近有8天共建没出现，哦，所以大家说，奇怪啊，是不是因为伊朗打仗所以不出来，还是怎样啊？对台湾比较好啊？顾立雄说哪有共建每天还有5艘次围台，他想把台海内水化啊，把台湾内水化、内海化啊。那另外呢，行政院不是编了1.25兆军购特别预算吗？哦，出过美国要卖我们的台湾那3000多亿干嘛呢？那今天行政院说有800亿是要买中科院的飞弹跟无人载具的这个编制啊。那中科院研发武器有3项：强攻防空飞弹、这个瑞渊无人机、攻击型无人艇，总金额809亿啊。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已经收到海马斯的发价书了，说给你20天就要签署。哇，老美给20天就要签啊。那所以呢，他们希望立法院赶快先签吧啊，发价书先签，表示我们要买啊。我们看一下，有啊，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公设机制，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11号的政协闭幕只有短短25分钟，王沪宁致辞没有谈到台湾，而是在最新通过的政协政治决议当中提到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除了将推进统一列为政治核心，解放军代表团10号晚间也以接受媒体采访形式对台释出强硬讯号。解放军将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图谋。解放军同时公布约台币8.9兆军费的4大用途，包括升级传统作战力量、研发新型武器等。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则表示，与其把和平希望寄望陆方，倒不如增强自身国防实力。来，乔欣。其实我们讲到现在这个审查，就是说美方这边提供的国防预算的这个发价书 LOA 的部分，那其实国民党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说美国这边呢，如果有公开发价书，就你已经授权公开要卖的，那我们可以列入特别条例。特别条例审查通过之后，当然你的预算送进来，那我们再针对个别的武器项目，它的价格是否合理，是否有需求啊，我们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上面再一次针对预算进行审查，它有好几个阶段。那么呢，现在的问题在于说，顾立雄他认为说要尽速授权，可是在这里我要批评国防部一个地方，就是说呢，其实事实上在大概1月19号的时候，我们有开过一次的机密专报。那机密专报里面才正式的跟大家说明了所谓1.25兆里面你这一些经费是要怎么样的去配置跟运用，而且它是一个机密会议，它并没有对社会大众公开，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讲机密会议里面的内容。好，那呢，但是这个提出很久啦，在1月19号之前，国防部有来沟通吗？他有来跟立法委员沟通吗？有跟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来沟通吗？都没有。所以今天如果顾立雄觉得时间被拖到了，抱歉，是你国防部也有责任，你拖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当然我们在美国也有朋友，很多的这个美国朋友就来讲说什么，你们也什么时候要把它赴委员会审查？那我都很明白讲，我说国防部根本没有来跟我们说明内容是什么，请问我要怎么样让他交付委员会审查？以前的时候呢，各式各样的军购不是没买过，但是国防部都很积极，无论是在蔡英文时代还是在马英九时代，国防部都很积极的来跟每一位委员，包含党团来做沟通。
那一直到现在，大概今天吧，哈，那国防部才很慎重的说呢，要把这个1.25兆的特别预算跟各个党团做拜会、做沟通。你不觉得时间晚了吗？当你提出1.25兆的特别条例的时候，你就应该积极的去做沟通，这样才能加速你的脚步嘛。结果呢，你自己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导致于说大家对你的版本有疑虑，然后现在时间快到了，你又要叫人家授权，这就是 PUA， 这就是情绪勒索。是不是那时候他根本自己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很有可能，因为呢，我其实因为。最近他们就开始很密集的，然后呢，愿意跟这个各个委员们来做说明。那说明的时候呢，我非常非常讶异，因为他说明他提供给我的内容是当初呢在机密会议里面告诉我说是机密的内容，现在不机密。所以当时因为告诉我们说是机密，我们出去都守口如瓶，只字未提，生怕触犯什么国家机密。结果呢，一转头没有多久的时间，1月19号到现在也没多久，突然提供给我们上面写的说叫做一般公务，然后媒体也都把这些内容全部都报道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国防部当初你要讲说机密弄得神神秘秘，弄得只有少数的人知道，多数的人不理解内容，现在急匆匆的要大家授权给你去签约，那你自己本身就应该要负责任。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要授权的话，你最起码要在委员会里面针对这几个项目进行一次公开的专案报告，并且接受立法委员的备询这个质询，然后你接受备询，才有可能启动下一个阶段啊。他当时提出1.25兆的这个国防特别预算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数字了，框一个数字。我认为那个时候国防部自己本身连那个内容什么都搞不太清楚，对，可能只知道几个东西美国卖我们110亿美金，那些他知道，其他就给编了，所以他怎么跟立法院报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再讲一个，我看到他给我的这个一般的预算，一般的就不是机密件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跟我之前理解的有出入啊。那请问一下，那你机密预算的时候，不是那时候已经讲说我们1.25兆全盘的都非常精确的这个考量，然后呢，对，然后呢都很精确的，然后什么对国内采购的部分、商购的部分，所以为什么国民党在特别条例里面我们会针对商购的部分会有疑虑？原因是因为你可能当初你根本到现在搞清楚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啊。我觉得像巧芯刚刚讲的这么清楚可是你会发现真的我们在地方走，我想思刚跟这个巧芯，我们被遇到就是你干嘛不审国防预算？你们为什么不审国防预算？结果发现不审国防预算，你们在阶段性上面不是我们不审，而是他所透露的讯息不够。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呢，我们也特别讲了，国民党永远在提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开宗明义要说我们绝对支持这个国防自主，我们一定要开始讲这句话，接下来再做不同的一个论述。结果从刚刚到现在为止，你看目前为止，你看这个陆委会，当他看到中共他发了8.8兆的时候，他还是来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实力根本完全不能比，这两个怎么能够来比？本身的量体就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8.8兆，我们8年1.25兆，我们再怎么追赶，你就可以发现那个整个的实力、整个的经费，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的运用，因为他所排挤的我们的社福、我们其他教育、我们其他的这个经费，他们都不去谈，只有在这个量，在这数的上面去做评比，然后来告诉大家说，好像一副要谴责国民跟民众党，因为我们的不审，我们的阻挡，以至于让我们彼此在国防的这个差异这么样的大。所以这就像吕秀莲总统所提到的，当你不断吕秀莲总统民进党籍的，他不断提到，就是说，当你不断的在把这个所谓的预算提高，本来只是一个自保，本来是一个生存，你这样反而是让你带到比较是战争的这个层面去。这是吕副总统他过去里面所一贯的一个想法。你现在来看，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样，而且他刚刚所提到的中科院的这个层面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在一般性的预算当中，我们国防预算里面，只要你编得合理，一般性、常年性的预算里面，国民党什么时候去挡过？也没有啊。即使给你升，也是非常的微薄，而且是蓝绿各式的认为说这个是美国的报价不准或什么之类的，由他们大家，这都是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在委员会里面的质询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你这次最大的争议是你把1.25兆当中，你弄到2033年之前，那个时候已经是金氏谁非
是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这种空白授权，然后我们不断的强调的，到底有没有办法，就真的是我们要拿到我们要的武器等等之类，还有发酵书的等等的问题，他们都不跟细节来做讨论。刚巧芯讲得很清楚了，可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国防部有认为这样的讯息是正确，这样的讯息才是一个省国防预算该有的态度吗？他们完全就是糊弄的，让我们到民间去，完全就背负着一个你不省国防预算。我现在被呛声最多的就是不省国防预算，然后你跟中共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此时此刻，还是用这种大弊的这样子的一个乌龙战的方法来污蔑。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所谓的在野或是执政的委员该有的。我真的觉得应该大家好好坐下来，更理性的来维护台湾的安全了。基本上啊，这种人比人气死人，这个是没有办法比的啦。那你是要变成一个无底洞吗？军费变成一个无底洞来比吗？那我们说好，我们跟大陆比，我们差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增加。大陆也可以说，我跟美国比，我差很多啊。中美现在不是两大强权在对峙吗？我刚刚算了一下啊，大陆现在是算是8.8兆新台币吧，今年预算。对。美国多少呢？美国是9000亿美金。9000亿美金，将近30兆新台币。那你说我们跟大陆比是少啊，对不对？是我们大概9000亿的预算嘛。然后再加上1.25兆分8年的特别预算嘛，大概算1兆嘛，所以大陆8.8兆是我们的这不9倍嘛。那美国是将近30兆，那大陆会不会讲说，哎，我们太少了？那跟美国比，我们这样怎么对啊？我们应该是再加强。哦，这比是没有完没了，比不了的啦。休息一下再回来。